拜托 ATM， 大家好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，我是乡里 Sandra。未来银行里面有很多现金，各位呢可以来用智慧来提领现金啊。哦，今天很特别啊，今天是最强高中生的交流赛奥林匹亚的竞赛篇。欢迎各位高中生。那我们这周呢？奥林匹克刚结束，对，但他们是奥林匹亚。那我们这周呢是精彩的高中生赛事，我们分别分为4个主题。奥林匹亚竞赛、世界科展好手、那全国语文竞赛，还有全国辩论竞赛。那今天呢，各位是奥林匹亚竞赛篇。顶尖高手在这个礼拜4集之后会进入总决赛，也就是每一集会出现一个高手。这个最后总冠军呢，除了平常的奖金之外，今天这一集当然获胜也可以提领奖金，那天总冠军也可以提领奖金，外加10万块奖学金。10万元，10万元对高中生来说很多了吧？想买的东西不得了嘞。是，首先介绍1号吴希伦。嗨，希伦你好。建国中学亚洲物理奥林匹亚金牌。我很好奇，你平常娱乐是什么？除了念书就念书吗？还有什么？我有时候会弹钢琴，然后最近开始学画画。弹钢琴？你弹钢琴学画画，那有没有谈恋爱？妈妈在吗？很不好说吧。哎，欢迎你来了啊！欢迎。第2位是苏博源，你好。博源你好。也是建国中学呢。对，这看起来有在谈恋爱。他是地理奥林匹亚国手，就考全世界的地理吗？地图吗？不是，地理奥林匹亚比较像是就是在了解生活中的各种面向，就不只是就是学什么地名啊，然后小常识而已。对，但他还是亚太语言学奥林匹亚国手，语言学你也略通哦。一点点啊，一点点。那边有国际语言学奥林匹亚国手，他比较厉害。知道就好，谦虚这门课哦。对啊，也是。他们学的蛮通才的，对不对？3号吕家伟，你好。嘉伟好。这个不是建国就是台南一中的国际化学奥林匹亚金牌。你们理论写的多还是实验做的多？都蛮多的，都蛮多的。因为实验也是化学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来，接着这个陈义安4号。哎呀，台中人呐。台中一中。我去古板的印象是一中都是男生。对啊，我也以为是我那时候离开台中的时候，只有美术班才有女生，现在还有一个班。科学班。哦，科学班有。现在就科学班跟美术班有女生。哦，她是欧洲女子数学奥林匹亚金牌啊。数学真的好可怕啊！小时候学的才艺，就什么珠算呐，或者是心算呐，后来发现最没有用。对，因为你可以计算机按一按就好了。对，你觉得呢？现在？我是没有学心算，那我这意思说，让数学在人生的到底的用途在哪里？就是可以让你可能训练你的逻辑，类似你要把很多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，你才可以做出一个题。就是不能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我可能要知道1、2、3、4件。那你打扑克牌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赢吗？因为几率，你知道这张牌出过了，然后接下来怎样？我们比较好奇，我们比较好奇说，对赌有没有比较帮助的？如果没有就跳。就是可能有时候会算，就是类似算几率算比较快，但是其实就是还是有时候懒得算就一样了。可能速度比较快。接下来是侯任谦，你好。任谦你好。高中可以留长头发吗？现在都可以了，没有规定。都可以，没有法禁了。对，你是国际语言学奥林匹亚语言学最佳荣誉奖。对，就是最佳荣誉奖也就是得不了金牌、银牌、铜牌，对，就是没有，他还有一个亚太语言学的奥林匹亚银牌啦。银牌。对，厉害在哪里啊？语言学这个竞赛。语言学这个竞赛的话，它基本上就是给你一个未知的语言，然后我们要尝试去解题，说就是解析说这个语言的结构啊、逻辑在哪里，然后我们去推理出我们的答案。我请问一下，你有看小小兵的电影？有。他讲的话是什么话？他讲话是小小宾语，然后小小宾语的话，基本上它其实你可以听得出来，它融合了蛮多就是欧洲语言，像是德语、西班牙语，就是一些这种欧洲语言，它都有融合进来，有些关键字是听得出来的。还有日文，它的 stupid 是巴嘎亚了。对，真的啦，吼。然后 hello 是 better。不打。对，欢迎5位精英啊！欢迎5位哦。介绍2位专家，首先叫美女新闻主播沈景阳主播。主播好，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知名化学老师冯优老师，你好。老师好。马上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。
请向你的讲规则。好，这一回合呢，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，抢答之后轮流作答，每答对一个答案可以累积3000元。那6万元要抢完为止，或是2个题目轮完为止。那我们第一题，请冯友老师来举签或插。Sandra， 请出题。不少科幻小说呢都有人类离开地球寻找新星球来居住的情节哦。请问，如果要找到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，它需要具备哪些自然方面的条件？请抢答。嘉伟，需要有液态水。液态水，就是要有液态水才可以让生物可以存活，因为像是人是必须要有水才可以存活。好的，对的。依安。好，那人类需要大气层才能存活，因为像是人类需要氧气，然后或者说如果没有大气层的话，宇宙中可能会有很多陨石会坠落，那就会攻击到星球表面。好，来，请加3000。人签。需要位于市居带里面，这样子温度适中，这样比较适合人类居住。什么带？什么带？市居带。什么市居带？哦，适合居住的地带。对。哦，就讲完整，不要在那边北车啊、人设这种。OK。哇。市居带。哪一个点？好，温度适合。温度。对，哎呀，其他还可以讲哦。哎呦，请加3000。好，希伦。行星运转汤姆恒星的轨道离心率要接近于，我忘记是多少，反正它的轨道接近是圆形的，因为如果太椭圆的话，那它的东西温差会太大，不适合生物居住。那会变成会晕？就比如说会夏天超级热，然后冬天超级冷，椭圆形的话就会这样哦。对，因为如果离太阳越远的话，它受到太阳的那个光的影响越少。那就是运行轨道稳定喽。可以这么说。好，答对了。请加3000。博源。可能要有磁场，因为这样可以抵挡太阳风，或者是很强的粒子。答对了。请加3000。没有磁场会怎样？没有磁场会怎样？磁场可以抵挡就是高速太阳出来的高能就是带电粒子，然后可以就是防止可能人类被就是那些粒子撞到，然后可能对生物有影响。你说被什么撞到？就是被带电粒子，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很强的宇宙射线。什么东西？怎么会带电粒子？什么东西啊？带电粒子。老师解说一下，您觉得磁场没有磁场会怎样？因为我们本身就如同学说的，我们是一个在自转的星球，所以当自转的时候呢，我们本身呢就会有地磁，那我们本身就会有除了地理上面南北极之外，我们有地磁的所谓 N 极跟 S 极。那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抵抗应该是同性会相吸的粒子嘛，以及抵抗异性，就是同性相斥啦，就可以排斥其他粒子撞击到我们的星球。你就加钱就对了。来加3000。嘉伟，来嘉伟。那个要地壳稳定，就是不能一直地震或者是一直火山爆发。那我们都一直地震怎么办？台湾有很好的应对方法。你的意思说我们才算少，如果真的不稳定会一直地震啊？对，像是地球刚形成初期，就是一直疯狂火山爆发地震。对了。好，请加3000。老师可以适当补充哈。OK。好，来，依安。不能有距离你的星球太近，或者是体积质量太大的星球，不然容易被吸过去。就是例如像是黑洞会把你吸走之类的。好，没错的，就是没错，因为那个黑洞呢，应该叫做 black hole， 它是一个黑体，然后它不反光，那它具有极大的重力呢，它会把这个就是甚至连光呢都没有办法逃离，就是所有东西都吸进去。好，任谦。任谦。自转轴的倾角不能太大。因为如果太大的话，这样子那个冬天跟夏天就会差太多。跟刚刚那个他这样讲是离心率不一样，离心率是椭圆这个在运行的轨道椭圆形的那个椭圆有多椭。我有个小，但是离心是地球偏了多少这样子。对，我们本来就不是每个都懂啊，对不对？来对或错。答对了。所以一个同学是说轨道的部分就是公转的部分，然后一个是自转的部分，对不对？自转要稳定。厉害哦！来，希伦。星球体积不能太大，也不能太小，这主要是因为重力加速度的缘故。
如果骤一下速度太小的话，那会没办法维持这个大气层，因为气体分子就全部飞出去了。如果太大的话，因为我们生物构成的分子这些结构是固定的，如果太大的话，会让我们这样没办法构成一个完整的个体，会直接塌掉，差不多。哦，您说的是居值要符合地球吗？要在一个稳定的居值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答对了。你加3000。好，博源。这个星球围绕的那个恒星啊，它的质量不能太大，因为如果质量太大的话，它会造成它非常不稳定。另外呢，它寿命也会很短，就是可能不太适合人类长久居住。答对了。答对。他脑袋到底装什么？真的哎，每天年纪轻轻到底受了什么苦啊？来，吕家伟。要远离太空那种就是伽马射线的来源。那伽马射线就是他们刚刚有讲带电的粒子是磁场去阻止，那伽马射线是不带电的，对，像是或者是紫外线，或者是像是就是高能量的射线，不能太近。对，不能太近。那地球的话是有臭氧层去保护我们，但是伽马射线还是可以射进来。对，如果太多的话，会导致人类有很多疾病的产生。对了，那补充一下，伽马射线其实有利有弊啦。我们有一些在癌症上面治疗是用伽马射线的，对，当然这个能量要控制得宜啊。那这个外太空的伽马射线呢，就有点想象成就是更多的黑洞，巨大黑洞，对，所以一样也是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吸进去，所以我们不要离它太远。易安。你不能离你的恒星太近或太远，不然你会太冷或是太热，就是例如海王星或天王星，它们就是离太阳太远，因为只有恒星会发光发热，行星自己不会。好，那答对了。请加3000。哎，侯仁谦。这颗星球上应该要有碳、氢、氧、氮之类的元素，这样子才可以适合有机物发展。不行，应该是说，如果它已经要适合人类居住了，本来就会有这些东西了。对，那我们的题目是说要去寻找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嘛，那它就是要一个类地球的行星。对，那它这个就是基本元素，一开始产生的基本元素。好，我可以帮忙补充一下，就是就宇宙中的元素都是由超新星爆炸产生的，然后就是比较重的元素都是由超新星爆炸产生的，所以宇宙中每一个地方的元素的那个比例其实都差不多，所以其实很难找到只有一颗只有氢或只有氦的星球。爱你哦！你意思说你想坐那边是不是？对，我想当专家，压力很大，快点。我们了解了，了解懂了。回到希伦，就是你要寻找行星的时候，会先找它的母恒星，然后它的母恒星母恒星，母恒星就是他们的小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位置应该是不能太里面，因为如果太里面的话，你们知道越靠近里面恒星密度越大，所以越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小太阳系来跟他们干扰。好了。好，为什么错？题目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主题，要自然条件。有听懂吗？有。下课再跟老师讨论。有问题下课再问哦。那苏博远，这个星球应该要有固态的外壳，例如说地球就有地壳和里面的就是固态、液态的东西，就不能像木星一样只有全部都是气体，这样人类可能没有地方可以站。你的意思是说要有固体的岩石的部分？对，好，答对了。OK。有星球没有这些吗？有啊，木星就没有固态的外壳，就是全部都是气体，就是几乎全部都是气体。那我们还一直探讨木星干什么？根本不可能住。所以大家都是在找火星啊，所以对。OK。好，来请加3000。李家伟。它的行星自转速率不能太快或太慢，不然导致日夜的那个时间就是差太近或者是差太远的话，都是对温度或者是人类的居住会有影响。自转速率稳定讲过喽。哦，自转速度稳定讲过了。对，议案。好，那他刚讲自转，那就是讲公转一样不能转太久，不然因为公转影响到的是你的季节，不然也会就是夏天太长，然后就是每过1年会时间太长这样。这是不是也有讲过？对啊，就是转的部分，公转、自转我们不能再讲了。对或错？讲过喽。
好，打叉。好，剩你一个博博源。源。就是刚才有讲到大气层嘛，那我大气层里面应该还要有，就是应该还有氧气，就是例如金星的大气层就全部都是二氧化碳，而且非常的密。那现在大气层如果有氧气的话，例如地球的话，就可以大气层你不适合人类居住。是讲过了？对呀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下一个还可以讲水蒸气啊。就是有讲，所以就会太这么难，里面还有不能重复的，我们听的真是，哇，关键他们很强哎，强2万1啊3万9了，给他们鼓励一下啊！太棒了！来，接下来这一题是由沈景阳主播来举前或差啦，请出题。考试前呢，不免会经历考试的焦虑，造成考试出来的结果不如预期那么的好。根据国内指标的补教机构提供哦，请问面对重大考试的时候，有哪10大方法可以缓解考试的焦虑？请抢答。博源。我觉得对我来讲呢，就是跟很焦虑的同学就是讨论的话，会对我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，所以我猜可能就是不要跟其他人就是一直讲话吧。就不要一直跟别人交谈，越聊越紧张啦。对或错？正确解答。来，嘉伟。考试的时候先写简单的题目，这样子会给自己比较多的信心。对，然后也先拿到分数。可是对我来讲，每一题都不是简单的。那人家是奥林匹亚啊，我写名字最简单。最简单。接下来就焦虑了，还对或错？答对。可以。请3000。依安。遇到不会的题目，就是不要一直执着在同一题，你可以先跳题，然后等整张考卷写完之后再回来看不会的题目。正确解答。来，请加3000。侯任谦。紧张或焦虑的时候，通常可以深呼吸一下，那这样子应该会好多了。正确。放松。来，请加3000。7位。考试尽量提早到场，可以去看一下厕所在哪，还有自己的教室在哪里。很重要哎。提早到场，先敞看一下厕所有多近啊，到时候要是肚子痛啊，什么就比较不会紧张。先敞看就对了。对，敞看。对或错？答对了。有的，熟悉环境。请加3000。杜博远。就有时候考试焦虑是在焦虑自己可能粗心写错啊，所以就把题目看2次。答对。那看3次呢，不是很快乐？你那这样解不出来，你看10次还是解不出来。那不是交卷更愉快吗？都写不出来。来，加3000。吕嘉伟。考前要整理好思绪，不要想太多，或者是就是让自己更紧张。答错了。不在10大方法里面。对，来，接下来易安。好像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去到一个。就是你自己的教室，但是你觉得你坐在自己原本的位置上，你可能会产生更多，就是会想到更多以前的事情，然后就会更焦虑。那你可以选择换位置，就如果有人要跟你换的话，那考试还可以换位置的话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因为有时候考试不会规定你要做呢。正确解答。换位置可以换位置哦。应该是说你先选一个，就是你先选一个位置先坐下来。那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要先把心静下来。所以等到你真正要去考试的时候，你再坐另外一个位置。来，请加3000。哇，全部钱都抢光了，学生厉害了。好的，吴同学9000，苏同学15000，吕同学12000，陈同学15000，侯同学9000。接下来进行是赢者全拿。赢者全拿，Sandra，请讲规则。同学先帮我笑一个好吗？不要紧张，对着镜头笑一个。好，赢者全拿这一回合呢，同时作答 A、B 2个选项，答对的话累积奖金一个人代表1000块，答错的话此轮就淘汰喽。那每一轮留下最后那位，可以把当时账户累积的金额全部灌给自己，赢者全拿。大家加油了！总共进行3轮，第1轮请出题。电线杆上常常可以看到麻雀在排站，请问？为什么麻雀站在电线上却不会触电呢 ？A. 没有电压差 B. 鸟的脚是绝缘体。请作答。没有电压差，因为说站在一条线怎么会电到？对，2条才会吧？2条不同的，对，才会电到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。所以鸟如果自己愿意这样站2条，就有可能电到。如果它不小心站到2条电线的话，它有可能就触电了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
没有电压差。根据台电人员指出，电的流动跟水的流动一样，就像水呢会高处往下流，那电是高电压流向低电压。那我们常站在地面上，我们接地，我们所属的电压其实是0。那我们常会被高压电缆电到，原因是因为高压电缆的电压数万伏特。那我这样一碰到的时候，当然那个电缆上面的电过来，当然会被触电电击。但是麻雀呢，通常只站在同一条电线上，那两只脚的电压是一样的哦，不会有电位差，所以不会触电。来，请加5000。哦，累积的很快哦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海洋是气候的调节器，海洋能够吸收大量的太阳能量，海水温度却不会明显增加，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哪个原因 ？A. 海水热容量较大 ；B. 海水含盐量大。请作答。大家没有不同的答案呢。对呀。易安来解说。因为海水的比热比较大，所以它就比较不容易温度比较不容易上升或下降，对，温度的改变不会太大。正确答案是 A， 海水的热容量较大。来，再加5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某一个班级里有30位学生，请问其中有2名学生在同一天生日的几率位在下面哪个区间 ？A. 小于60%。B 大于等于60%，请作答。不用有拿纸算一下吗？直接就可以啊。终于有一个答案不一样了。对，有一位是专攻数学的嘛，是吧？还是易安专攻数学？来，没有，我就是听过一个悖论，就是讲，就是它是很难想象，但是23个人里面就会有50%的几率有2个人在同一天生日，所以我觉得30个人很有可能大于等于60。那你是想什么，希伦？我是想说，如果有一个学生他在1月1号出生，那另外一个学生跟他同一天生日的几率就是365分之一。对。所以如果要算出这个题目的话，你可以算365分之364的30次方。哦，这样大概就是1/10。应该是365的30次方，然后分之364乘以363乘以362，然后一路30个吧。哇！但其实应该没有差很多。你们2个聊天可以聊慢一点吗？就是如果就是30位学生里面有2名学生在同一天生日的相反，就是30位同学的生日全部都不一样嘛。对，所以这个几率的算法就是365，分之365乘以364乘以363乘以362，然后一路乘30个。哦。对，但我还是没有办法算出来它到底是大于60还是小于60，所以就是一个感觉。听你讲完我们还是听不懂。可是他讲的有道理了，我听得懂哎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还是请易安讲比较快一点。易安，你讲个比较人话的。就是2个人同一天生日，因为如果我们希望不要有2个人同一天生日，那就全部的人都要不同天生日。对。那第一个人假设第一个人就是365，这就是1，因为他就已经固定生日。然后第2个人不能跟第1个人一样，所以他有365分之364种可能性。对。那第3个人不能跟2跟1一样，所以他就只剩363种可能性。一直往下这样。对，一直往下乘30个数字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里面有365人的话，一定有同一天生日哦。几率上面来看，366，几率一定有哦。对，366，要366。如果包括那个闰年的话，那367。干嘛这样子？我不想跟你们聊天，真的哎，几乎是奇怪。到底答？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大于等于60%。来，各位请休息一下，好吧？稍微休息一下。加4000，要淘汰那么一个很难了。真的。加4000。下面一题请出题。文房4宝大家并不陌生，请问文房一词在古代最初是指什么 ？A. 国家资料库 B. 做文具的工坊。请作答。做文具的，来，嘉伟。因为文房4宝就是笔墨纸砚，应该是这样。对，所以我想它应该都是用来写东西的，那应该就是文具，所以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做文具的工坊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
国家资料库。其实文房这个名字呢，最早起源是南北朝，当时指的是国家典掌文翰之地，就等于今日的国家资料库啦。一直到唐宋的时候，文房呢才普遍用来称为文人的书房。哈哈哈！啊，终于可以找到他们的缺点了。对，同学你也很快可以回来了，请你们。那14000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继续累进，赢者全拿嘛，哈。对。第2轮请出题。根据德国脑科学家研究，用以下哪一种方式学习会更有效率 ？A. 每天念一点 ；B. 考前1天才念书。请作答。谁会在考前1天才念书啊？有的时候肾上腺素激发一下，更厉害。考前复习还有可能。哦。那么考前这……哎呀，你那边讲的好像你是哪一种？你是 C 我不会，都不念。当然，我考前那1天我一定静下来，好好抄小抄，做好万全的准备，然后再想要怎么贴怎么弄。辛苦你了。而且我会到桌子那边去勘察哪个地点。你也有敞开，你有个选位置坐下来，一定要先敞开。对，女生都写在裙子，我都不知道写哪里。考前复习作业。懂了。对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每天念一点哦。请加5000。请出题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使用电话拨号时，每个数字的声音不太一样？请问，当初设计电话按键数字发出不同声音的原因是什么 ？A. 降低拨号时间 ；B. 增加音乐趣味。请作答。有不同答案了。侯仁谦选择的是降低拨号时间，请说。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把这个规律这个 pattern 记起来之后，你就可以你可以在听话过程中，你就可以确保说你手指按很快的时候有没有按错。所以我会觉得你就是这样可以降低你拨号时间，并且同时确认说你没有打错电话号码。那选择 B 的博远。我觉得他好像就我怎么想，他要降低拨号时间，我好像就是想不太到他要怎么降低拨号时间，所以我就选另外一个。删去法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降低拨号时间。其实电话按键发出的声音是双音多频这个技术设计出0到9每个按键不同的音频发出声音。那这样可以怎么做呢？你电话拨出去就有一个讯号了，那你不同端的电话直接用声音作为沟通讯号，所以就不用人工再帮忙接通，所以可以大幅降低了拨号接通的时间哦。是，3位请到那边休息一下，谢谢。稍作休息一下。加2000。哇，2位。21000了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万有引力的发现者牛顿，除了是经典物理学的创始人，还在哪个领域上有所贡献 ？A. 货币制度 B. 教会制度。请作答。有胜负了，有胜负了。选 A 的席伦先讲。因为我读过历史，就说牛顿好像有在英国制币厂工作，然后他有研究炼金术。他说有在制币，对，制币工厂就是制造那个钱币的，做钱币的地方上班就对了。侯仁谦呢？因为我自己没有听说过他跟货币有关，然后我想说那时候的人可能都在搞宗教，所以我就选了教会制度。教会的制度。对哦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货币制度。牛顿呢，除了科学上的贡献他对现在世界的货币制度有不可磨灭影响哦。因为他1696年真的到了英国的铸币局当铸币局长，然后他用这个权力呢维护英国的银币市场哦，改革货币跟惩罚乱捡货币或是造假币这样的行为。来，聪聪回来，要进行第3轮了。22000奖金，请输入吴席伦的账号。Oh my god！ 哇，31000了，还有机会。接下来进行最后一轮，第3轮，请出题。先乘除后加减是数学运算的基本概念，请问要先乘除后加减的原因是什么呢 ？A. 避免无意义运算
B. 还原算式。来，请作答。只有嘉伟选 A 哦。因为我之前就是看过，就是为什么要先乘除后加减，然后他是从他原本的定义去看的，就是他要先把东西就是乘起来，然后再去加其他东西，才会是符合他原本的定义。就是假设是5乘以4，然后再加3的话，那就是先把5个4要先加起来，然后再加3个，而不会是先把4加3加在一起，然后再乘以5个。因为就是怎么解释？就是你有5个4跟5个4加3，就是它原本的意义是不同。任杰。因为我在想说，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写出一个式子，例如可能什么2a 加3b 好了。对。那这样子，我们这个是2a，就是2乘 a， 我们把它先算了，然后3乘 b 也是先算了这样子。那这样子就有点像是我们先把2a 跟3b 这个东西先算好，把我们原本的算式还原回来这样子。正确答案是 B 还原算式。为什么要先乘除后加减？事实上，我们的世界其实是用加减所组成的，乘除只是为了方便计算而衍生出来的标示。所谓的1加2其实是1加1加1这个概念。哦，对，因为2就是1加1，所以把它还原。那刚刚说的2乘以3再加1，其实就是先2加2加2，先把它加好之后再加1，所以那个乘除只是后标出来的。所以呢，等于我们这个做法是把它还原算式。嘉伟，请到那边休息一下。可惜，因为他讲的其实也是对的。对了，但是选择错误了。对，来加4000，这每一个人看同样的理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的。对，来，请出题。月食又俗称天狗食月，请问是月球发生以下哪种状况 ？A. 进入地球阴影 ；B. 与太阳重叠。请作答。哦，统统选择 A 啦。对，无悬念。基文，该怎么说？月食就是进入地球影，可是与太阳重叠是日食，不是月食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进入地球的阴影。那月食呢，又俗称天狗食月，是一种当月球运行进入地球的阴影的时候呢，原本呢会太阳光照到的地方，变成部分或是全部都没有办法直射，没有办法被阳光照亮了，所以位于地球的我们呢，就没有办法看到普通月亮的样子。而刚刚说的对，日食呢是月球完全或部分挡到太阳光的时候，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天文现象。所以一个是太阳挡月亮，一个是月亮挡太阳的意思。哦，来，请加4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地球表面有70%是海洋，请问各大洋中的海水在全球循环一次需要多久 ？A. 1000年 ，B. 100年。请作答。哦，通通选1000年呢。因为地球很大。易安。就是我记得课本有提到过是1000年，因为海洋就是水的循环需要经过什么蒸发，然后再流入海里，然后再进入什么地下水，反正就是它一次循环时间需要非常久。哇，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1000年。哎，请加4000。12000，来，请出题。同时掷3颗6面的骰子，请问出现以下哪个结果的几率比较大 ？A. 3颗点数皆为偶数 ；B. 其中2颗点数相同。请作答。哦，他们觉得重复的2颗点数相同比较多，几率比较大。3个就很难，那个叫豹子。对。那个就真超难，那个赔率就高了。哦，赔率啊，讲到这方面你最懂了。哦，赔率很高，真的。压报纸任何你，比如说压报纸赔几十倍啊。哦。对。几十倍。你是数学高手哎。对，3颗很少人丢3颗。这个是因为那是数学，你这个3颗是丢出去说14，来14的尾巴抓2吨嘛，啊。抓2吨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高中生听得懂吗？麻将。哦，麻将，你有在打？会打。数学好一定要会麻将吗？等你来加1。我觉得他们的解说是因为偶数更难呢，2颗几率高一点，对不对？依然。就因为3颗偶数就是
246所以是1/2，那3颗都是偶数，就是1/2乘以1/2乘以1/2，对吗？1/8。那其中2颗点数相同，就是一样多了。对，还比较多，但是就是因为跟刚算生日一样，就是如果都不相同的话，那就是6/6乘以5/5乘以4/4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D， 其中2颗点数相同，来加4000，还有机会哦。请出题。死海位于以色列、约旦和巴勒斯坦的交界，请问死海得名的原因是什么呢 ？A. 流动性不高，如死水。B. 死海中没有动植物。请作答。博元选择没有动植物。对，因为死海应该是盐度非常的高，然后存活不了，可能很少动植物在里面。然后另外，约旦河是从死海流出来的，所以应该是有一点点流动性。地理嘛哈，地理专家。哇，这个分析都让大家选 A 的哑口无言呐。希伦有什么要反驳吗？我本来是想选 B 的，可是我依稀记得我好像看过有人在死海钓鱼，虽然可能是假的影片。你确定他不是去搞笑？我觉得有可能是，还是他自己弄一只鱼放上去再钓起来。好辛苦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死海中没有动植物哦。希伯来语呢称死海就叫盐海，所以直到罗马时代犹地亚的游客开始把它叫做死海，因为他们很惊讶，因为水中没有任何的植物或是动物，因为就像刚刚说的，高盐度让鱼类根本没有办法生存，里面只有细菌跟浮游生物。那死海呢是内流湖，水的唯一外流途径就是蒸发。你想想看，夏天这么热，然后全年又干热气候，所以死海中的水大量蒸发，只会越来越咸。这么看好了，一般海水含盐量是3.5%，死海的含盐量是23%到30%这么高。那很咸的呢，超级咸。来，2位请休息。哇，这有趣了。我先向各位报告一下，现在战况激烈。奇伦31000是最高的，对，目前。但是他现在已经退出这个第3轮嘛，对，也就是2个人如果都答错了，冠军还是吴喜伦。但是如果你答对，苏博元有可能反败为胜哦。先加2000，18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在猪肉、鸡肉、牛肉中，为什么只有牛肉可以吃半熟呢 ？A. 牛不会感染寄生虫。B. 牛的寄生虫对人体无害。请作答。2个都选择牛的寄生虫对人体无害。正确答案是 B， 牛的寄生虫对人体无害。其实牛跟猪里面都含有寄生虫哦，但猪肉的寄生虫叫做猪肉绦虫，它对人体是有害，甚至会危害生命。你要加热到65度才能杀死这个绦虫，所以猪肉一定要煮熟再吃。那牛肉里面的牛肉绦虫呢，不会造成危害，所以不用到全熟就可以吃喽。你看2万，如果加到那个苏博元，他现在15000嘛，他是有可能35000就赢哦。对，来，请下面一题。电视的英文是 television， 请问这个词语的字根 tele 是什么意思呢 ？A. 有线连接的 ，B. 距离遥远的。请作答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距离遥远的。电视 TV 就是 television 的缩写，那 tele 呢字根在英文就是 far away 的意思 ，vision 就是视觉，所以 television 就是你从远方来自远方的画面。那其他用 tele 的字根开头的还有哪些字呢？像是比较熟的 telephone 远方的声音，或是 telescope 望远镜。他们重复第2题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第2题了。接下来是最后一题哦，不管怎么样都分胜负了。是的，希伦在那边想说。都是。最后一题了，如果2个都答对，或2个都答错，就是冠军，就是我们的吴希伦了。请出题。在美国，大多数硬币上的人像都是侧面，请问是为什么呢 ？A. 降低制造难度 ，B. 侧脸更加好看。请作答。输掉了。2个都降低制造难度。我觉得好像侧面就是侧脸的线条好像比较少一点，所以可能
难度可能比较低吧。正确答案是 A， 降低制造难度，因为硬币就这么小一个，还要雕刻人像的正面，需要很复杂的工艺，而且你转手的时候会磨损，搞不好脸后来就磨平了。所以呢，美国在制造硬币的时候就采取简约的侧脸。来加2000，给24000了哈。来，3位请回来，24000就分成2个，也就12000，请进入苏博元账上。苏博元加12000，27000，12000进入侯任圈的账上。另外12000，请加入任侯圈账上。我们请乡里来解说他们的奖金。好，最后呢，吴同学31000，苏同学27000，吕同学12000，陈同学15000，侯同学21000。这一期的冠军呢是吴锡伦，也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恭喜我们的冠军锡伦，终于在这么多新兴学子当中脱颖而出啊！来，这是冠军卡，吴锡伦冠军提款卡，请插入。金库请开门，奖金是31000，但是先经过2个密码的提示，请出题。2个密码呢，分别是总笔画58画的奥林匹亚金牌，或是总笔画64画的 Sandra 教英文。你知道他教英文吗？你看前面就好。你知道他有教？我知道。因为他们中文也还蛮厉害的，对，有常在写，又是现在的学生。对呀。奥林匹亚金牌，光宗耀祖，光耀门楣啊。我蒙归故里啊。可是58画好像感觉比这更多。58画就更多喽。想想看哪4个字成语？那现在就要教英文呢，就比如说误人子弟啊，还是说误人子弟有64画吗？而且我没有路人子弟我没有啦。信手拈来，信手拈来好像没64画64画笔画很多对，你要选哪一个？那64啊？你还特别选64哦？为什么？你不是我不知道，很痛苦。你现在会想不出来是什么的？你想了哪4个字嘛？卧虎藏龙，卧虎对，龙飞凤舞都可以。龙飞凤舞，先做教英文，龙飞凤舞。哎呦，哇，把我形容成这样，说的比教的还好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应该。好，你要选择Sandra教英文吗？确定？好，锁定。我们看没选的奥林匹亚金牌到底是哪4个字的成语呢？他没选他自己的专长，来，请看。这下，横硕赋诗，听得懂吗？你知道？有学过，但是硕你写得出来吗？我也写不出来。硕你一定写不出来，赋诗是可以的。对，他其实是曹氏的父子，曹操跟他儿子，然后能文能武，什么都会。在马背上还能吟诗写诗啊，对，就是文也行，武也行。好，这个字我们也不要后悔了。好险没学这个。接下来，请拿起笔来，你选64画要1分钟来，请出题 ，Sandra 教英文。醍醐灌顶，更简单了。计时1分钟开始，清楚写字。好，没关系。计划要签。胡。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。灌。灌。先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灌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好，先赶快先按确定。几秒？这还好20秒。是这个罐吗？看得清楚。就是喂水之类的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先想，他想停下来也是有思考一下。对，我们来公布他的密码：15161511。对或错？哪个字错呢？你还有20秒改哦。计时开始。往头上灌下去那个灌。对嘛？那个海水倒灌。海水倒灌，海水倒。1、2、3、最近不是灌成这样子，每个水库都淹，车库都淹掉了。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。好，赶快接。哎，你如果答错还有6秒啊！醍醐灌顶。15162111。对或错？
错。好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计时我们就给你写完了，计时开始。好，我们不计时了。你把它写完，不要让你紧张。这是我们有人性的地方。Yes。好，已经对，好，你改成这样，对不对？对。他改掉喽，来密码16162111。他这样改到底对或错？恭喜答对了，好厉害哦！来，这边这里有3万1现金哦，不是伪钞，是现金，这是真钞，你摸的。哇 ，so happy！ 来，恭喜获得3万1，谢谢，优秀来了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，真是醍醐灌顶啊！以前是讲形容一个大师用奶酪啊这些往人头上一倒那种大师，然后就很像智慧灌顶，就忽然间开市了。对，这个就是形容大师一席话把你醍醐灌顶。恭喜获得3万1，恭喜你耶！你不是今天拿3万1哦，你要准备参加礼拜5的决赛哦。礼拜5决赛，万一又拿个10几万，对，不得了了。哇塞，你暑假可以过很爽了，对吧？来，今天谢谢所有我们来的台南一中同学，还有我们建国中学的同学。好，然后这边也是建中，然后跟台中一中的同学，谢谢你们。我们接下来还有几集更精彩的节目了啊！对的，来，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， 把智慧变现。谢谢各位同学，谢谢各位。ATM 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